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在南宫婉的邀请下，他的师姐南宫阙，也就是偃月宗大长老，来到了他的洞府之外。南宫阙见南宫婉洞府外的禁制法阵依旧残缺不全，没有任何异常之处，才放心的进入洞府。他刚一进到大厅，就听到南宫婉让他进去的声音。南宫婉说，为了偃月宗，他可以勉强答应双修之事，但必须要南宫阙答应他一个条件才行。南宫阙一听这话，脸上多了一丝惊喜。他来不及多想其他的，一边大步走向南宫婉，一边欣慰地说：“师妹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只要她肯嫁给华一门的魏长老，不管是什么条件，自己都会答应。”一想到有了魏无涯的助力，偃月宗兴盛指日可待，南宫阙就十分高兴。南宫阙进入厅堂后，还来不及说些什么，就脸色一变，他身形急忙向后飞射，想要遁出大厅。一柄数丈长的青色巨剑从门外呼啸飞来，大有将南宫阙劈成两半之势。南宫阙食指猛地一弹，10道白芒射在巨剑之上，顿时白芒和巨剑同时倒射。南宫阙停住的瞬间，看到剑阵中出现了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。看出韩立原因修为后，南宫阙目光一寒，质问南宫婉这是怎么回事。随后他单手往腰间一摸，一块红色令牌出现。韩立目光一沉，这就是控制南宫婉的禁制令牌。南宫阙虽然不知道韩立是谁，但这是他偃月宗门内之事，他劝韩立最好及时收手，否则他将同时面对六派的追杀。南宫婉让他师姐不必危言耸听，他在六派中也有几个知心好友，若是大家知道南宫阙如此对付同门，只会对他自己不利。南宫婉不会给他师姐施展禁制令牌的时间，他的本命法宝朱雀环从他口中射出。南宫阙见对面的韩立没有退却之意，长袖猛地一抖，一黑一白两飞剑先后飞出，白剑寒气刺骨，黑剑烈焰腾腾，这正是南宫阙的成名法宝阴阳冰火剑。眼看南宫阙准备催动禁制令牌，韩立单手抛出一个银色小钟，在他的催动下，钟口一横，对着南宫阙。但银色的音波照向南宫阙的同时，韩立双手左右一扬，一红一青两道法诀分别打在附近的柱子上。韩立先前布置的法阵禁制瞬间发动，音波攻击和红青色光霞直奔南宫阙。黑白飞剑在空中旋转一圈，形成了一个黑白双层的诡异光罩，白色在外，黑色在内，严寒呼应。音波攻击对南宫阙没有任何效果，禁制霞光将他连同护罩淹没。这时南宫婉也出手了，只见朱雀环刺啦一声化为一个巨大的火团射向场中。与此同时，南宫婉一只手不经意地动了一下，一道赤红暗芒瞬间消失。若不是韩立神识过于强大，都无法发现南宫婉这一暗中攻击。暗芒打出的瞬间，传出南宫阙的闷哼声。南宫阙没想到自己的好师妹竟然用朱邪刺伤他，他的声音听着很愤怒，但依旧元气充足，明显只是受了点小伤。韩立手掌一翻，数道法诀打在半空中的千重峰上。在韩立准备催动此宝时，一道碗口粗的五色光柱从火海中射出，火海所过之处，不管是光霞还是火焰，都一扫而空。韩立眼神一缩，之前南宫婉将他师姐的功法宝物都大概对他说了一遍，而这凝光宝镜是提到的最多的一件古宝，也是南宫阙的成名宝物之一，神通极大。禁制霞光和火焰都被光柱冲得七零八落，南宫阙的身影显露，他在黑白光照中一手掐诀，一手持镜。眼看南宫婉的朱雀环被凝光宝镜困住，韩立手指一点，千重峰气势汹汹地压在南宫阙头顶。南宫阙冷笑一声，凝光镜向上一偏，想要将千重峰困住。韩立双手掐诀，千重峰底部射出大片黑色光霞，与那光柱冲撞在一起。南宫阙一口金气喷在镜面上，光柱立刻粗了3分，轻轻托起黑霞和小山，不让其落下。见状，南宫婉的朱雀环拼命地想要挣脱禁制。至此，场中形成了韩立两人联手对抗南宫阙的局面。他们3人几乎同时又有了举动。韩立单手在腰间一扯，将一只灵兽带击了出去，无数噬金虫蜂拥而出，形成了一块金色重云。南宫婉口中传出一阵仙乐般的咒语，他头顶上空浮现如同佛光般的赤红色巨大光晕。南宫阙一边将手中宝镜往头顶一系，一面碧绿色小帆出现，一边骂南宫婉真想拼命不成，竟然动用轮回神光。此时的南宫阙压根不认识噬金虫，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。面对南宫阙的质问，南宫婉说他若是不想拼命的话，就交出困心咒的禁制令牌，放他们2人离去。南宫阙冷哼一声，轮回神光虽然厉害，但他真以为能对付得了自己。
南宫阙脸上煞气一闪，喷出一口血色小剑，此剑只有数寸大小，通体血红金银，散发出刺目的血光，并且隐隐有一丝黑气在其中游走，显得十分诡异。顿时一股血腥之气弥漫，南宫婉脸上笑意全消。血魔剑，你什么时候得到的此魔气？师姐动用此物，就不怕魔气反噬？南宫阙十分不客气地说，他既然动用此宝，击败他们根本用不了多久，自然不会给魔气反噬的机会。他最后问南宫婉，为了偃月宗的兴盛，是否真的不愿意嫁给魏离尘？若是他不同意，等下血魔剑发起狂来，他可没有把握控制住血魔剑的威力，万一伤了他，可别怪他这个做师姐的没有提醒。韩立让南宫阙不用再问，就算婉儿愿意为了偃月宗牺牲，他也不会同意。南宫阙盯着韩立，问他是谁，叫婉儿叫得如此肉麻，看来他师妹一直不肯嫁人，多半就是因为眼前这人。韩立说他是谁都无所谓，关键是道友何必如此固执，只要他交出禁制令牌，他们立刻放他离开。至于这血魔剑，韩立并不知道是何物，但这东西对他构不成威胁。南宫阙说，韩立好大的口气，他这就先杀了他，想必到时候他师妹还会回心转意。说罢，他一口金血喷在血魔剑上，顿时血魔剑长到了3尺来长。南宫阙将全身灵力注入血剑之中，见状，南宫婉焦急地让韩立出手，千万不要让血魔剑先攻击。南宫婉深知血魔剑的威力，他顾不得轮回神光尚未完全成功，就对着头顶的巨大光晕点出一指，光晕急速转动，一道妖异的长虹飞射，瞬间就到了南宫阙身前。南宫阙将先前的绿色小帆借了出去，长虹被绿雾缠住，一时间无法冲出。随后，南宫阙将手中的血色长剑一横，虚空斩向韩立头顶。剧烈的空间波动出现，一道猩红似血、邪气冲天的巨大剑气出现。这一剑斩出后，南宫阙如同被抽走了大半精气一般。韩立感觉周身一紧，被禁锢住，别说掐诀，他手指头都动弹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剑气朝自己斩下。就在南宫婉脸色苍白，南宫阙满脸讥讽时，韩立深吸了一口气，瞬间轰隆隆一声巨响，一层淡金色电弧浮现在他全身表面，血色剑气一下就斩进了电网之中。看似气势惊人的巨大剑气被包裹在电网中，拼命挣扎着。韩立身上的禁锢也在辟邪神雷出现的瞬间消失，他能感应到神雷在剑气的挣扎中急速消耗，若不是他一次性释放了几乎1/3的存量，能否困住这诡异剑气还两说。这是第一次出现神雷无法完全克制的魔道邪气。韩立双手向上一扬，两道奇粗无比的金弧击中血色剑气，片刻后剑气化为一团血雾，被韩立用金网收了起来。南宫阙此时已经被惊得目瞪口呆，一脸的不敢置信。血魔剑从在天南现世后，没有人知道它是古宝还是法宝，因为它可以像法宝一样收入体内，但又无法将之炼化认主。不管是谁得到它，都可以发挥出惊人的威力。面对血魔剑的虚空一斩，不管用什么功法和法宝印接，都会被斩成2截。动用血魔剑，除了要耗费大量精血元气外，还要时刻提防被反噬。只要用它，体内真元就会沾染上一丝魔性，魔性积累过多就会遭受反噬。韩立口中发出一道尖鸣声，金色重云顿时铺天盖地地涌向南宫阙。南宫阙愤怒之际，拿出一柄化作上千道银丝的银色小剑，迎向金色重云。眼看无数朵金花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韩立心中一沉。就在他以为如今的噬金虫还无法和元婴修士对抗时，掉落在地的噬金虫发出一声尖鸣，再次扑向南宫阙。与此同时，一道赤红圆月突破绿雾照了过来。见状，南宫阙脸色大变，他的身形化作黑白两色的惊鸿，想要洞穿屋顶逃走。经过先前的交手，他已经很清楚自己不是韩立两人的对手。南宫阙想逃出洞府，召集偃月宗其他人手来一起对付他们，但只听砰的一声，一群群3色飞虫形成一面巨盾，挡住他的去路。南宫阙来不及多想，他拿出一张银纹符箓。见状，南宫婉脸一沉，将一面红色小旗往底下一甩，小旗钻进地面后，整间大厅披上一层红光。这红光正好是南宫阙手中符箓的克星。见自己的符箓不起作用，南宫阙手指一弹，一道冰寒刺骨的白色剑芒将红光打得七零八落。南宫阙破除红光，却不料眼前紫光一闪，将他围困在其中。银月从顶部浮现，他的手中牵着一根金银的紫线，而紫线的另一端则连通在南宫阙身上。
南宫雀发现困住自己的是一张散发紫色荧光的网兜后，他想也不想，十指连弹，11道黑白剑气射出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不放心地喷出一团碧油油的火焰。可惜这些攻击都对紫网不起作用。这个时候，南宫雀才开始有些慌张。他正想施展秘术时，银月一拉手中的紫线，嘴里轻轻吐出一个收字。南宫雀瞬间被禁锢得无法动弹。从他晋升元婴之后，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遭遇。羞恼之际，南宫雀周身灵光大盛，眼中隐隐有血色赤芒流转。银月心知不好，他正准备催动玉阳真火时，南宫婉大喊：“不要害他性命，交给我就好。”一轮火红的圆月将南宫雀罩住，一圈圈红晕以圆月为中心荡漾。韩立稍微看了一下这轮回神光，就感觉心神晃动，头晕目眩。难怪之前南宫雀对轮回神光如此顾忌。等到南宫雀的身影重新露出来时，他浑身的灵气已经平静，整个人昏迷不醒，脸上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。被南宫婉的轮回神光困住，即使元婴出窍也无法逃走。他师姐的神智已经被神光暂时迷失，这样就可以留他师姐一命，又能解除他的困心咒。韩立摸了摸鼻子，若不是非要留他一命，完全可以施展雷霆手段将他杀了，何必如此束手束脚？南宫婉是不可能让韩立杀他师姐的。他出走后，颜月宗本周会实力大损，若南宫雀死了，颜月宗必定支离破碎。当年的颜月宗大长老对他有恩，他虽不会因为恩情牺牲自己，但也不想颜月宗出现灭门之灾。虽然他师姐对他下手时没有手下留情，但留他一条性命也算是报了颜月宗的大恩，他日后也不会于心不安。南宫婉将南宫雀的储物袋一抖，一大堆东西掉落。韩立伸手一招，拿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指环，翻来覆去的看。这枚指环和他上次得到的一模一样，他十分不客气地将指环收进自己的储物袋。南宫婉并不在意这些，他走到南宫雀身前，默默解除禁制，而后他将血魔剑丢给韩立。这东西威力太大，对他们威胁不小，还是带走的好。既然韩立之前的金壶可以克制血魔剑，这剑就交给他，以防万一。至于其他的宝物，他们两人都没动。走之前，南宫婉给南宫雀留了几句话，而后两人便离开了颜月宗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